嘿，大家好，我是姚峰，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视频开箱的就是这一支雷蛇的最新推出的麦克风魔音海妖 V3 幻彩版。这支麦克风在我手上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包括我在上一部视频中也使用到它来进行录制 A-Low 的部分，所以这一次除了开箱，主要还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对它的使用感受。好了，首先进入开箱环节。黑色背景上印着雷蛇醒目的绿色标志，正面是麦克风的特写，简洁而不失科技感。顶部有一个祖传的4代拉手，方便打开包装。打开后，首先看到就是说明书、贴纸和麦克风的本体，以及底座和数据线。外观方面，魔音海妖 V3 幻彩版的造型延续了 V2 圆润的设计，在防喷罩的设计上做了少许的区别。幻彩版独有的 RGB 灯也藏于之中，后面会详细聊到。这次比较有特点的就是麦克风顶部有一个较大面积的多功能静音传感器，可以通过它轻触单击、双击、长按等操作来进行触发不同的功能，比如最常用的静音可以通过单击它来实现。开启后，麦克风的灯效会变成红色。此外，机身下方设置了一个调节旋钮，方便调节麦克风增益大小和耳机监听音量大小，并且在调节过程中，麦克风灯效也会变化。其他方面，背部设有一个 USB-C 接口和一个 3.5 毫米的音频接口，底部提供了一个可旋转的支架。值得注意的是， 3.5 音频接口和旋转支架在上一代产品中只给到了 Pro 专业版，而这次在 V3 幻彩版中就直接给全了，实用性也得到了提升。附送的底座支架很有分量，底部铺满了防滑垫，使用起来也很牢靠。技术规格上，魔音海妖 V3 幻彩版使用了超新型10音指向，这种指向可以有效地消除周围的环境噪音干扰，专注于捕捉麦克风正前方的声音。录制规格上支持24比特、96000采样率的专业级录制规格，这些规格对于我们日常组队开黑，甚至是直播以及录制视频节目都完全绰绰有余。这一整期视频都是使用这支麦克风来完成录制的，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效果如何呢？另外，更多的详细参数我也列在了旁边，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暂停查看。优秀的数码产品不仅取决于硬件性能，更是在于能够提供独一无二的用户体验。这支麦克风在我使用的2周时间里，它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有2点。第一点，幻彩效果。一提到幻彩效果，可能就会有小伙伴说，这不就是 RGB 吗？跟跑马灯似的，乱七八糟的，根本就不好看。的确啊，五颜六色的 RGB 和不恰当的效果确实不好看，而且还会伤眼睛。如果你的色彩和效果搭配的合适，它还是可以给用户带来正面的情绪价值。特别是累了一天回家想玩个游戏放松下， RGB 的烘托还是会增添一些乐趣。在玩一些雷蛇支持的幻彩互联游戏时，在开枪、击杀，甚至是嘎掉的时候，整个电脑桌上都会同步展示相应的灯效，氛围感爆棚。而我在日常刷剧或者剪片时，我也会用一些静态的软光色调点缀一下，这样会更专注于当下干的事情。继续回到麦克风本身呢，这支麦克风不仅能够呈现细腻高品质的灯效，它还将自己的功能融入其中。比如在录制过程中，当音量超过峰值时，整个设备就会发出红色的灯效，这在我日常使用中非常实用。因为在我录制视频过程中不能佩戴耳机来监听，所以以往音量过大，只有将整段录完之后拖到电脑上才会被发现。现在有了这个功能，真的方便了许多。另外，在过曝的问题上，这支麦克风还提供了数字增益限制器，它可以自动调节增益来弥补声音过大失真或者声音过小收音不清的情况。然后是第2点，快捷操作。我之前用的麦克风也是雷蛇家的魔音海妖 mini， 这支麦克风在交互上光秃秃的，啥也没有，所以我在使用它的过程当中会很谨慎。前期设置好之后就尽量不会动它，而且为了录音的一致性，我甚至还要在脑子里记住它离我嘴巴的距离。每次录之前我还要反复调整好几次才敢开始录。而现在升级到 V3 幻彩版之后，我的整个体验直线上升，特别是插上我这支雷蛇虎曼专业游戏监听耳机，无论是收到麦克风里的声音，还是反到我监听耳机里的声音，整个输入输出的质量都提升了一大截。在雷云中开启混音模式，用手一拧一下旋钮就能够确定好开录了。而且在我日常使用它时，顶部这个触摸交互体验真的是棒极了，想闭麦时轻轻一摸就行了，真的是方便极了。最后就是总结了，
在我这2周的使用过程当中啊，这支魔音海妖 V3 换彩板真的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不仅能够提供专业的录音品质，而且它的使用体验非常的丝滑。关于购买推荐呢，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个性十足的游戏麦克风，我非常推荐你考虑这款魔音海妖 V3 换彩板。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一一回复。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记得点赞、分享，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未来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是殷晓峰，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